俄弹道导弹袭击苏梅市引众怒，特朗普延长对俄制裁1年。德国领头组建11国电战联盟，驻乌反制俄军。英法战机飞抵黑海西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乌军无人机母舰攻击俄军前线后方40公里目标。乌克兰最强之光3叉戟激光武器实战可击落俄军战机。俄春季攻势开始，乌东多地成为目标。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火力军再次被恶心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 Next 的新闻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要的不是乌克兰领土，而是为了消除俄乌战争的根源。他还声称，俄罗斯十分担心生活在乌克兰土地上民众的生命安全。但几乎在同一时刻，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开始狂轰乌克兰各地，并且加大了对前线的攻势。据战争研究所报道，4月13日，俄军第112和第448导弹旅分别从俄罗斯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发射2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苏梅市中心。布达诺夫中将和科瓦连科中尉报告说，来袭的俄导弹配备了集束弹头，袭击导致苏梅市市中心发生了大面积火灾和人员伤亡，造成至少34人死亡，118人受伤。BBC 俄罗斯频道报道称，俄军此次袭击了苏梅州立大学的会议中心。面对俄罗斯导弹的突然袭击，这一次连美国都看不下去了。特朗普任命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对俄罗斯进行了强烈谴责，并称俄军此举超越了美国可接受范围。特朗普则在联邦公报上发出行政令，将拜登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延长了1年。这可能是特朗普上任后为数不多的对俄施加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俄乌停火协议，特朗普自信表示，停火协议进展顺利，很快就会有结果，并给出强硬立场，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闭嘴，意思是谁不接受就告谁。只不过从3月11日开始，30天短暂停火计划早已经过去，因俄罗斯问题至今仍未停火。4月11日，维特科夫特使还向特朗普转达俄罗斯的要求，强调将乌东4州全部移交给俄罗斯是确保停火的最快途径。不知道这一次特朗普是否能按住俄罗斯实现停火。而在美国之后，欧洲方面也紧跟着对俄导弹袭击苏梅市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如马克龙总统公开表示，俄罗斯独自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且俄罗斯独自选择继续这场战争，公然无视人类生命、国际法和外交努力。在苏梅遭受俄军导弹袭击后，马克龙呼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施停火。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也表示，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俄罗斯停止侵略战争。在行动上，欧洲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支持。火力军刚预测德国将有大动作援乌，这不就来了？乌克兰国防媒体《军事报》援引德国国防部消息报道称，德国将领头成立一个新的能力联盟，与其他10个国家一起专注向乌克兰提供电子作战装备和专业知识。据悉，这个新成立的电子作战联盟是第9个旨在援助乌克兰的能力联盟，成员涵盖了欧洲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电子战领域各有所长。如英国在电子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能够为联盟提供准确的电子情报支持。法国则在电子战装备研发方面实力雄厚，其研发的电子战飞机、电子干扰设备等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荷兰、丹麦等国家在网络战领域有着独特的技术和战术，能够为联盟在网络电子战方面提供有力支持。通过整合这些国家的优势资源，德国领导的电子战联盟有望在电子战领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帮助乌克兰对抗俄军。而且，德国国防部还在声明中特别提到，通过此联盟获得的知识与经验，也有助于提升德国自身电子作战能力。与此同时，英法联军的战机正不断在黑海西部进行大规模侦察行动。法国出动阵风战机E3预警机、加油机；英国出动台风战机 RC-135预警机。英法联军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来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而乌克兰自身也不甘示弱，除了常规对俄境内实施对等打击外，其相继推出和完善了无人机母舰战术和3叉戟激光武器，来反制俄军的空中力量。作为无人机战术先驱，乌克兰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进行积极改良，成功开发出了 FPV 无人机的空中航母战术，即利用大型无人机将廉价的攻击武器运载到目标区后释放，在延伸打击纵深的同时，对俄军后方构成了致命威胁。
据塔斯社报道，乌军的这个战术在去年底就已经被观察到，并已运用此战术攻击了俄军前线后方达40公里的目标和执行空中拦截任务。乌克兰官方平台 United 24也曾展示搭载多架 FPV 的固定翼母舰。不过，乌克兰国民卫队台风无人机单位指挥官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坦言 ，FPV 无人机母舰战术目前仍处在密集开发与优化阶段，正通过结合现有技术与实战回馈来不断精进。因为该战术虽然能延伸攻击范围，克服地形造成的通讯死角，缩短目标侦获到打击的反应时间，从而取得更多战果，但其操作远比单一打击复杂，且母舰需要制空担任无线电中继站，增加了自身风险。截至目前，乌克兰共展示了2款无人机母舰，分别是固定翼和多旋翼，其均能携带多架 FPV。这2种无人机母舰各有优劣。多旋翼型飞行高度低，易受地面火力与电子干扰；固定翼型飞得高，却易被雷达与防空系统锁定。当然，就火力军而言，无论是哪种类型，想要成功完成任务，都需要依赖详细情报和谨慎规划，来规避俄军的防空火力。此外，对于 FPV 无人机母舰战术，乌克兰目前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是整合出目标锁定功能，即让 FPV 无人机从母舰发射后能自主飞向并攻击任务目标。虽然火力军不知道此战术是否会成为未来战场的主流，但在当前的俄乌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如可迫使俄军后撤弹药库、指挥所等关键设施，同时能深入俄军后方实施打击，产生巨大的威慑效果。在近期的对俄境内目标打击中，或许就有此战术的影子。如4月12日，乌军无人机再度光顾俄战略轰炸机驻地，导致恩格斯2机场发生火灾；又或是俄罗斯奥伦堡距离热电厂1亿公里的变电站也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爆炸，导致部分地区停电。在反无人机作战上，乌克兰同样出彩。据乌克兰军事新闻网报道，4月13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苏哈列夫斯基在欧洲国防工业与乌克兰国防工业合作前景会议期间，首次发布了3叉戟激光武器的相关影片。该激光武器是乌克兰自行研制的首款投入战场的武器系统。通过影片，我们能看到激光炮安装在货车的后车厢，只需2名作战人员就可移出。而激光武器的主体如同大型光学望远镜，旁边的小型镜头则是它的光学红外线观察设备。另外，通过影片展示的操作流程，我们能发现3叉戟激光系统打击任务目标是需要1名操作人员通过纵感手动完成的，而非全自动，这将极大影响作战效率。不过，从已有的信息看，该系统目前还处于功能原型阶段，因此自动锁定打击功能可能会在之后添加。报道称，3叉戟激光系统可以摧毁3000米范围内的攻击无人机、航空炸弹、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5000米范围内的直升机、飞机和侦察无人机。此外，该激光武器还可导致最远1万米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直升机和飞机致盲。乌克兰于2024年12月首次透露正在研发激光系统，并提到英国是技术合作方，因此它很可能与英国研发的龙火激光武器有关联。如今，乌克兰成功使用激光武器击落2000多米高空的飞行器，成为了世界第5个拥有激光武器的国家。乌方还表示，未来还将配备性能更成熟的激光系统来取代防空机枪，从而提高其打击无人机的效率。毫无疑问，乌克兰开启了无人机的新时代战斗，就连美国也要前来学习。如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康明斯航天公司首个自主研发生产的地狱犬自杀式无人机已准备好量产，目前已进入低速生产规模。据公开资料显示，地狱犬自杀式无人机重量不到11公斤，时速可达560公里，可飞行约40公里。目前，康明斯航天公司已完成地狱犬涡轮喷射版本的飞行测试，并正准备将可携带版本递交美军低空制空攻击弹药项目竞标。此外，公司执行长康明斯女士在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新厂接受采访时还强调，康明斯航天公司不仅重视无人机的性能，更重视产能与供应的稳定性，其投入大量心血建立的生产线已完善，能够实现低成本的快速生产。俄乌前线战场，乌军成功使用拖延战术，持续削弱俄军地面进攻潜力，继续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称，自2025年以来，俄军人员损失已超过14万人，装备损失也更加严重。
霍尔斯克方向，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乌方信源，如今乌军控制着58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在13日的战斗中，坚守的乌军再次在格尔纳尔村附近击退了俄第22团、第30团以及第44摩步团联手进攻。苏美方向同样如此，乌军击退了俄军对朱拉夫卡、韦塞利夫卡、巴西夫卡以及洛克尼亚的攻势。在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弗拉基米尔·阿尔丘赫的13日报告中，俄军的进攻强度比上周增加了30%，共计发动了47次进攻，战斗主要集中在朱拉夫卡和巴西夫卡边境定居点附近。结合俄军在哈尔科夫前线加强的试探性进攻以及正在集结的兵力，谢尔斯基预测称，接下来苏美哈尔科夫边境地区将会爆发大规模战斗，成为俄军春季攻势的进攻方向之一。在13日战斗中，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队的瓦卡哈营和俄军第41摩步团对沃夫昌斯克和沃夫昌西基胡托里发起了小股地面袭击。不过，据乌总参谋部称，乌军击退了前来袭击的2个俄军破坏和侦察小组。同时，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还发布视频称，摧毁了俄军一个星链中断。库皮扬斯克方向，4月13日，俄军在彼得罗巴普利夫卡的有限进攻，并未激起任何涟漪。不过，据该方向作战的乌军指挥官称，俄军近期有加大机械化攻势的趋势，如从4月4日至12日，乌军就先后用轻型装甲车击退了俄军至少5次机械化攻击。自13日战斗中，更是击退了俄军由5辆坦克组成的机械化攻势。目前，乌军正在加大该防线的士兵和装备投入，从而提防俄军的突然袭击。值得一提的是，据俄军事博主消息，一名来自俄军第272摩步团的士兵抱怨称，乌军无人机和火炮太猛，导致其军队自2024年5月以来一直无法从科特里亚里夫卡向前推进超过5公里。莱曼方向，4月13日，俄军继续以训练有素的步兵攻向莱曼东北部的格鲁先科维、辛米哈伊利夫卡、绿色山谷、诺维以及东部的托尔斯克、基罗夫西克的几个据点。很明显，俄军在该方向的目标一直没变，就是想拿下斯拉夫扬斯克。而且在战斗中，俄军开始耍起了心眼。一个乌军旅报告说，俄军开始用1到3辆民用装甲车将步兵偷送到乌军后方，制造混乱，帮助前线俄军推进。顿涅茨克恰索夫亚尔方向，诺尔报告披露，乌军收复了恰索夫亚尔南部失地。报道称，乌军动用了 FPV 无人机和装甲车，于凌晨时分突然对俄军阵地发起突袭，随即双方展开激烈交火，战斗持续将近7个小时。最终，乌军成功收复了恰索夫亚尔以南的大片阵地。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已进抵郊区一带。而俄军在受到攻击后，第一时间组织反击，并试图向恰索夫亚尔的市中心进发，想要围魏救赵。但到目前为止，俄军展开的数轮猛攻只占领了几栋建筑物，并未有太大突破。不过总体上讲，双方战事依旧焦灼，详细战报有待进一步披露。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反击成功，阻止了俄军沿 T0516 高速公路向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推进，但战况并未好转。如火力军所料不差，俄军接下来会加强托列茨克南部攻势，尤其是要彻底控制苏卡巴尔卡附近的 H20 公路，如此就能拉平战线，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就处于半包围状态了。新帕夫利夫卡方向，乌军在数次打退俄军机械化攻势后，俄军资源消耗过甚，开始改变战术。4月13日，一名该方向作战的乌军指挥官说，俄军已不在该地区使用坦克或步兵战车进行集群攻击，而是和其他战线一样，由3到4人为小组进行步行、摩托车或越野车攻击，这些群体更安静，更难被发现。乌南战场 CNN 报道称，普京希望俄军能够打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为谈判增加一份战略杠杆。但由于乌军建立了复杂的防御体系，俄军目前缺乏足够兵力与军事资源进行进攻。在13日战斗中，俄军在扎波罗热前线进行了多次突袭，但每次都被乌军编制的火力杀伤网击退。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13日，俄军新增损失1220人，被摧毁12辆坦克、33辆装甲车、71门火炮。爱沙尼亚海军11日凌晨在芬兰湾爱沙尼亚水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据爱沙尼亚海军指出，扣押的油轮名为基瓦拉号，其在前往乌斯鲁加港途中被拦截。当时该船未悬挂国旗，根据国际规范，无国籍船舶不得在公海航行，因此爱沙尼亚将其扣押。
欧洲新闻台则报道称，吉瓦拉号曾悬挂吉布提国旗，但吉布提海事当局指出该船未登记在册。爱沙尼亚警察及边防局说，该船已遭欧盟制裁，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员，在运俄油出口，助俄军赚取战争资金。爱沙尼亚总理迈克尔指出，这是爱沙尼亚首度扣押违反制裁的俄罗斯船只。本次拦截行动彰显了波罗的海各国对海上情报的持续掌控，未来也将持续监控影子舰队在波罗的海的行动，以确保区域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莫斯科西区第2军事法院裁决，驳回了俄军前第58集团军司令伊万·波波夫回到前线服役的申请，他将继续被羁押。自2025年2月以来，这位前俄军第58集团军指挥官就一直被关押在波坦夫地区羁押场所。尽管他本人申请并得到俄罗斯国防部支持，回归前线担任风暴 Z 部队指挥官，但军事检察院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声称波波夫将军多次违反软禁制度，特别是存在未经授权的接触以及试图影响调查行为，因此决定收紧羁押。简单说，就是俄检察院认为波波夫将军在羁押期间表现不好。在挪威最新援乌计划中，挪威防长托雷桑德维克宣布，将拨款8.3亿欧元帮助乌克兰训练一个旅，初步规划该旅由3000至5000名军事人员组成。他将根据基辅方面的需要，配备各种类型的武器。训练完成后，将立即开赴俄乌前线。从欧洲训练乌军一事看，他们是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了。4月8日，根据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美国空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与 F-15E 打击鹰战机已经抵达冲绳加索纳空军基地，将展开轮换部署。根据报道，本次部署的机队包括阿拉斯加艾尔森空军基地的第355战机中队的12架 F-35A， 与北卡罗来纳州的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的12架 F-15A。这批战机已经在上周陆续从驻地抵达加索纳，执行部署任务。空军原本部署在加索纳的 F-15CD 2024年8月已经返回美国本土，此后将由美军其他基地的 F-22、F-35A、F-15E 以及 F-16战机以短期部署的方式轮换进驻。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最新一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正式进入海军服役，舷号为 SSN-797， 美军将其命名为爱荷华号核潜艇，于4月5日正式在新伦敦海军潜艇基地服役。据报道，该潜艇于2024年12月30日正式交付海军，是2024年交付的第12艘潜艇，由通用动力电船公司与 HII 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合作建造，2014年采购，2019年铺设龙骨，属于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第24艘，同时也是 Block 4批次的第6艘。在 Block 3的基础设计上进行了调整，重新设计了舰首、大口径艇首声纳，取代了之前的球形声纳，并采用了2组6连装战斧巡航导弹发射器，取代了原来的12根单管发射器。这样升级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指挥台尾可前部舱段的利用空间。Block 4批次的重点是降低了采购成本，进一步提高子系统的技术稳定性。通常来说，核动力潜艇的服役时间大约在32年至35年之间，但为了核潜艇能执行各类部署任务，在不同的周期需要对其进行基地维护，也就是大修。但由于潜艇是整体封闭空间，不像水面舰艇相对开放，这就使得潜艇每次大修都费时费力，尤其是更换核燃料棒。早年间，由于铀235浓度低，只有30%左右，核潜艇在服役期间要开膛破肚几次，需要将舰艇的反应堆舱段切割下来，运到特殊厂房内进行燃料棒更换。更换检测合格后，再安装进反应堆舱段内，然后舱段再和艇体重新焊接在一起。为此，美国一直都在提高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研发全寿命反应堆。反应堆寿命与艇体寿命一样长，这就要求铀235燃烧棒的浓度达到90%以上的武器标准，这样在潜艇服役期间就不需要更换核燃料棒了。如今，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反应堆燃料棒浓度在90%以上，而俄亥俄级是70%左右。在全服役周期内，弗吉尼亚级 Block 3及之前批次潜艇需要进行4次基地维护，也就是大修，并可以进行14次作战部署。不过，通过 Block 4的设计变化，将减少计划的基地维护，最多只需要3次，作战部署也增加到15次。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的3叉戟激光武器与英国龙火相比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